我叫做巧克力，本名叫林宗宪。那今年是35岁，我的第一份创业儿童故事屋大概做了11年。在2012年吧，从一个儿童故事屋，我们开始把说故事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。我们出了自己的儿童杂志，我们出了自己的儿童动画，大家会称之为是儿童界的 LV。谁身上有绿色？你们呢？你们呢？啊，头发吗？头发。你等下就这样，小猴子，黑色的。没有啊。那是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确定哦，我要看哦。好，1、2、3，我要看。这是我美丽的裙子。因为我那时候学教育嘛，我总觉得好像故事可以不用有标准答案，然后可以启发孩子的一些思考，去弥补那个学校教育没有教的，或是学校教的只能教得很制式。那后来为什么不做故事？就是每一个区都有免费的亲子馆，每一个亲子馆都在讲故事，每一个亲子馆都在做 DIY， 所以就变成，到后面就觉得没意思了。还有就是这种产业好像没什么创造力了。那我一直在想，好像还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吧。难过吧？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小玉走了，到头发还要戴一下吗？戴眼镜的东西。今天巧克力再度来到菲利复兴幼儿园，这次他没有要自己上场，而是轮到他培训的爷爷奶奶要上台说故事。今天的任务是白大哥跟白小波、小波姐，他们又要上场了，然后要讲故事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。我今年68岁，我退休以前是广告公司的总经理。这是巧克力老师，他给我们摇滚爷奶，每人老爷奶都有一件。我们出来讲故事的时候都要穿这个。对啊，我们就讲说这个厨师是做心灵的菜。好，然后穿上去之后啊，那个故事魂就会上升了。就是因为2015年，然后在学校念博班，然后读了很多的正向心理学的资料，看到了全台湾的自杀率有1/4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。那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不是最爱故事吗？所以其实它跟之前所做的儿童故事屋是没有不相关的，他们还是非常紧密的关联。我想要把故事放在不同的载体上。以前我希望哥哥姐姐都能够成为很厉害的说书人，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发挥自我价值。现在我只是把它放在爷爷奶奶身上，他们也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。头发是什么颜色？帮我看一下。白色、灰色哦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今天要讲故事给你们听哦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帅哥爷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刚刚有看到有小朋友说老阿公来了啊，准备拍拍手哦，然后欢迎我们的帅哥爷爷。来到老奶奶的小木屋，来到小木屋，国王还没有讲话呢，老奶奶先说了。这位先生，我看你穿得挺体面的，还带了这么多的仆人，你应该不会缺一条被子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只收礼物的，我什么时候送过人家礼物啊？你赶快送我礼物，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。这个人没有礼貌。我希望他们要成长，所以他们应该要掌握到一些说故事技巧。所以我会躲在一个角落，然后这样慢慢的偷看。但是我就会在那个底下一直在那边做笔记。好，准备了，黏一黏。我要你们去黏白爷爷在哪里？去黏他，白爷爷。好，用小指头。好啊，解除了
时候就要回到线上，解除。好漂亮。都是小挂以内在美。手，谢谢老师。然后老奶奶的节奏太快了，因为老奶奶的节奏一快啊，就是有时候那个剧中角色的那个感觉就比较精明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今天讲得很客气的，听过最不客气的话是什么？他说有一次在上课说，我讲完之后，他就说，你以为你是记者播报员啊？哇哩嘞！就是因为已经字正腔圆了，又没有感情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记者。真的。我退休的时候，等于说一个是他带我去上课，上了巧克力的课，巧克力就我没有带他去上课，因为他说他不要上课。我跟他讲说，哪有人我说男人还去上课？说有一个老师叫巧克力，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很会上课哦。然后呢，过了2周，我真的要去上课了。我说爸爸，我要去上课了。老师叫巧克力，他说什么巧克力？我口香糖。他说他是开车送他来。他说老师是我当他老师吧。然后我说那你开车带我去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那楼下很热啊，你就上来吹冷气好了。老师人不错，反正你就坐在后面嘛。第一堂课他讲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心里面的话。他说退而不休，老有所用。这不就是退休的人心里面最期望的话吗？然后这个是每一次都一定要，纪念红包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老习惯，白大哥。我还要跟巧克力讲，他给我的所有红包有这么高一点，哎，这他都收起来了，不好。没有我知道。我没有一份用掉的，这是我这一生很好的经验。所以我觉得那个红包里面的300块，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在70岁的这个年纪，他可以跑遍这么多的场域，有多少人可以又再次看见他的风华再现？摇滚爷奶要做的是银发人力活化，它是成为社会的生产力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是付给他打工的费用，而不是让他来做志工的。我们最擅长的当然就是绘本，长辈他今天付了学费来参加我们的故事培训班，他们一个人缴2000块，是一整天会学会1本绘本，他们就可以开始在自己的领域还有社群讲自己的这一本绘本。那服务15分钟就可以跟我们请领300块，所以他就等于有一点点，一方面是支持社会企业。一方面又把他所付的学费可以回馈到自己的身上，但是所有的回馈价值都大于这300块，因为有的人出了自己的家门开始说故事的时候，别人对他刮目相看，觉得这个长辈慢慢就可以成为社会上大家的一种典范，那他就开启了跟社会的连接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曾经是一只了不起的王在庭院的一个世上。早上我们是要先把这本绘本搞懂，跟我们到底要用这本绘本跟人家传递些什么，传递些这本绘本要传达出来的想法。所以就是请我们这个早上的工作先到这边，下午就会比较动态，比较偏戏剧练习，这样哈。所以这边有笔，然后你们先读懂故事，然后我会因为每个人的人格特质，他过去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介绍或他的经历，去帮他设计量身定造他要怎么说这个故事。所以我们常说是绘本选人，不是人选绘本。他的家人，好，但是今天能够给。好，准备3、2、1，请开始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认识我吗？我是一只可爱的虎斑猫。我跟你讲，我活了100万次哦，所以你们喜不喜欢我啊？好，停，很好。
你活了100万次，我们为什么就要喜欢你？我觉得要问问题，要知道要问什么。输给卡死了，他想割舍又割舍不掉，觉得握着比较有安全感，但其实你都知道了。来，给我演一次。口海边，我忘记啦。他怎样？你想嘛，你不要来拿书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我的主人是个水手，我很讨厌海。现在有点变异形哦，然后现在身体有一些痉挛的这个。我再帮你们配哦，我们先感觉一下。然后猫，那个你现在是木头人是不是？你发生什么事？要很骄傲啊，要很骄傲。懂，你那个没有很骄傲，你那个感觉好像被麻醉了。你没有情绪哎，你整个坐在这没有情绪。对，然后静音不可以被抬。是。哎，因为观众会看到你屁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身体打开，是这样在说故事的，是这样在说故事的，是这样在说故事的。那我可不可以挪旁边这样子？你先醒来啦，你先等一下，然后送东西来这样。就是再展开，我会帮你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哦，哈。这书就送给你。不可以备胎。我们自己就是发现到亚洲的文化比较尊敬长者，所以当这个长者呢，他已经做到了60分，我们就会觉得你好棒棒。当这个长者如果做到40分，我们会说没关系啦，也都这个年纪了。可是我总觉得长者明明可以做到80分，为什么不要求呢？少女心喷发，好不好？准备，3、2、1，走。会傻掉了，当然会觉得，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有那样子的一个活泼的角色。其实也是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僵硬的人，所以会来参加这个，因为你看它是摇滚嘛，那感觉上听起来就是比较活泼，这当初会吸引我来的一个原因。我就想说，让自己看怎么可以活泼一点。但是说突如其来的东西也很高兴，只是说不知道怎么接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。巧克力的那个宗旨，它摇滚爷奶哦，它不对我们尊敬，它不对我们尊敬，它叫做没大没小，它要我们叫做互相尊重就行了。我们就大家扮演好彼此的角色，因为严师可以出高徒。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踩在的立场比较不是尊敬，我们踩在的立场是尊重，所以好还可以再更好。那是因为我们把你当人看，在这个所有尊重里面是无龄化的。我教给你们的游戏都是0到99岁一定都会玩的，而且玩得很开心的。你就尽量带哈，好，准备喽 ，Action！ 年哪里？年你隔壁的背，年你隔壁。棉花糖手伸出来。什么叫做黏你隔壁的背？右边就是右边，左边就是左边。好，非常好。你刚刚说黏哪里？黏隔壁的背。隔壁的背，隔壁的背，右边的，你腿在紧啊你，快点啊 ，Action！ 年哪里？年你右手边人的脚。右手边的脚。右手边哪一只脚？停。哪一只脚？好，谢谢哈。右手边哪一只脚？棉花糖先帮他们分组。年哪里？年你隔壁的头。哪里粘他的头？两个，把头粘在一起。好，不要有隔壁这2个字，把头粘在一起，都分组好了哈。好，再一次哦哈，来3、2、1 ，Action！ 年哪里？年你的。摆在隔壁。可以粘别的东西吗？好棒！很好。所以记得哦，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，变得比较有自信，变得比较勇敢，
变得比较爱自己。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很忌讳谈老，有时我若去菜市场，人家说阿姨来买菜，我绝对不跟他买。阿姨，我还没那么老。然后再来参加巧克力老师的这些课程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人真的要不断的学习，然后快乐的老，健康的老，自信的老。辣嘛，谢谢。您的战袍，好不好？做纪念。我47，年次62岁。最终还是迈向自己独立的英雄旅程。我希望他们在我的绘本选读，或者是所有银发人力活化的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慢慢开始学习独立，他们开始选择跟家人断奶，他们还是有办法一个人，然后展现自我价值。他们甚至把社会的群体当成是他的家人，而不是只有把自己的单位放在家庭里面。应该不一定是想要改变他们什么，而是我再看看我做这件事情能改变我什么，就是要存活到现在，而且是这么健康的存活着，好像不是那么容易。以我的家庭背景啊，还有我的环境，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小孩。那我妈妈平常在工作，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教养我们的。我妈是鼓励我们回到社会上，告诉我们社会如果有需要我们要干嘛，要做什么，那我们就去做。所以现在反而是这些互动的过程，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也产生了一些力量，变得比较不恐惧。不然家中也没有长者让我去做学习跟模仿。每一个加入摇滚爷奶的长者，会给我很多的画面，让我知道我以后要怎么变老。今天是摇滚爷奶老派下午茶的时间，除了故事培训之外，巧克力借由不同的议题，让爷奶进行交流，开启不同的视野。这次的主题则是要讨论到华人最忌讳的生死议题。献花献果，对。你知道我在想，我以后告别式可不可以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放在献花献果啊？我们都是可以独立老的，所以来设计一场最特别的告别式吧。对啊，应该是说有历经几年的阶段，就我的父亲走，然后我的师父走，然后再来是我养了一只16年的猫，狗狗也走了，再来就先生也走了，就啪啪啪啪啪。对我来讲，这些在走的这个过程，你是没办法叫做去预习，很忌讳去谈这个所谓的生死的这一个。所以其实我来这里，我真的是想要去听听别人有什么样，那是值得我再去思考。那就是烧完以后，最后就是开心的人就是要抽签了，来按一下这个马桶的冲水，然后就把我冲走。哦，就是只有一个人先把你烧好的粉放在马桶，对，然后抽签有一个幸运儿可以唰，对，那个我会保佑他。请一个四重奏，现场奏，然后我会播生前的影片，然后给亲朋好友每人一句话。所以他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是，他们不会反对，可是听完了认不认同，好像有些的确会有一点障碍，然后他再慢慢消融他自己。
巧克力想把摇滚爷奶的精神从台北延伸到台湾其他地方。这次受到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邀请，展开3次的故事培训课程。今天他们要到东港的便利商店说故事给社区的孩子们听。紧张一定是会啦，怎么可能不会紧张？在这么多人的面前，有啦，在困心中有哪有在跳啦？会紧张啦，嘿，啊伊有哪一直跳啦，讲唔好紧张，唔好紧张。啊，我嘛是不补菜，就是风狮火哈。还有什么？除了小鸟之外，还有什么？食饱啊，个做爱困的呀，啊，你就带等伊困啊哦。当做这些风狮爷啊，它变成了冷冻的冰胶奶奶哦，哈，好，大家爷爷也变身了，奶奶也变身了，哈，好，我要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我是癌症的病人，到目前我还在治疗中，我在家里也是哀哀叫，也是痛。那我出来也是痛，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说，我可以跟大家在一起，也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跟知识，所以也分散了我身体里面的痛。他的管，他的根身上打在石头上面，哪一只肚子比较大？这只兔子。你到手。好，我有看到一本书，写说50岁一路玩到挂，可是我后来想一想，50岁一路玩到挂，我们开自助餐的哪有可能时间去玩？哎，我如果可以透过爷奶说故事，那我可以一路讲到挂。上过那3堂课以后，我找到我人生的价值。哦，我觉得肯定小朋友给我的回馈，我真的我自己很对，那个小朋友还认识我说，我知道你是阿贵奶奶哦。天哪，我真的是，所以我要把这句一路讲到挂。作为我的口头禅，我真的找到我的价值在哪里了。哇，我也可以跟到你啊！啊，这个也要哦，我看这个。哇，好，你也要。台湾要迈入超高龄化社会，可是我们缺乏对老年的想象。那社群有它的影响力，它不会只透过我一个人，但是我有我的种子们。他们会把这些老有所用、退而不休，我们到底是过着退步的生活，还是退休的生活？这些观念，他们都可以带到自己的社群、社交圈里面。我觉得影响力会慢慢扩散。就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就很喜欢挑战我们的亚洲文化。我觉得在亚洲文化里面，我们都很怕变老，或者是我们都觉得老了就没有用。我常常跟人家说，摇滚爷奶什么时候会倒呢？如果整个社会、整体社会都说，哈，我觉得老真好啊，我就倒了。为什么这个件事还有商机？因为大家很怕老，可是其实不应该要怕老啊，老不是真的老，老是当我们不再学习的时候。所以其实当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老，我们是还在长大。